大家好，今天这支影片超精彩。马斯克一开场就讲到，他当初为什么想送人去火星，居然是因为他上网查不到任何太空计划，他就乾脆自己动手来。还提到他差点去俄罗斯买飞弹，超狂。这段访谈不止爆料满满，还能让你看到他疯狂又坚持梦想的一面，千万别错过。我有点好奇，我们什么时候能把人送上火星？那时我就想，哦，网站上没有，我开始挖掘 NASA 网站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开始挖掘，我肯定在这里总结了很多，但我我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做一个慈善任务到火星，叫做活到火星，在那里他会发送一个小温室，里面有调味的脱水的营养凝胶，土地。我们的清真寺和种植的土地，你知道水和凝胶，然后你就有了这种红色背景上绿色植物的金钱照片。最长的时间，我顺便说一句，我没有意识到前拍，我认为是一个色情参考。但无论如何，重点是这将是红色背景上的绿色植物的伟大镜头，并试图激励你知道美国宇航局和公众将宇航员送往火星。随着我了解的越来越多，我开始意识到，顺便说一下，我在2001年和2002年去俄罗斯购买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一次冒险。你知道，你去见俄罗斯最高统帅部，说我想买一些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作为火箭进入太空。不是不对任何人使用核武器，而是他们不得不作为削减军备谈判的结果，他们不得不实际上摧毁一堆他们的大型核导弹。所以我想，好吧，如果我们拿两个，你知道，减去核武器，为火星增加一个额外的上面级怎么样？但你知道，2001年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军方谈判购买 ICBM，这有点令人神魂颠倒，好像这太疯狂了。但他们也不断提高我的价格，所以从字面上看，这有点像谈判应该做的相反。所以我想，伙计，这些东西越来越贵了。然后我开始意识到，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没有足够的意愿去火星，而是没有办法在不打破预算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你知道，甚至打破美国宇航局的预算。所以这就是我决定启动 SpaceX 的地方。SpaceX 将火箭技术先进到我们可以把人送上火星的程度。那是在2002年。所以那不是，你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想创业，你想开始一些你感兴趣的，你认为人类需要的东西。然后，当你有点，你知道，就像一只猫拉着一根绳子，它就像一个球一样散开。事实证明，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我的意思是，现在是这样，但以前还没有真正的火箭创业成功的例子，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做商业火箭公司，但都失败了。再说一次，随着 SpaceX 的启动，SpaceX 实际上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成功的机会不到10%，也许是1%，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一家初创公司不做一些事情来推进火箭技术，它肯定不是来自大型国防承包商，因为他们只是阻碍和粉碎政府，而政府只是想做非常传统的事情。所以它要么来自一家初创公司，要么根本没有发生。所以，就像一点点成功的机会总比没有成功的机会好。所以，是的，SpaceX 在2002年中期就开始了，预计会失败。我想我说的可能是90%的失败几率。甚至就像在招募我不喜欢的人时，试着你知道，假装他会，我说我们可能会死，但很有可能我们不会死。但这是让人们登上火星并推进最先进技术的唯一途径。然后我最终成为了火箭的总工程师，不是因为我想，而是因为我顾不到任何优秀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优秀的首席工程师会加入，因为这太冒险了，你会死的。所以我最终成为了火箭的总工程师。你知道，前3次飞行确实失败了，
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练习。幸运的是441成功了，但是如果第4个不起作用，我就没钱了，那应该是窗帘。因此，如果猎鹰的第4次发射不成功，这将只是窗帘。我们将刚刚加入之前火箭启动的目的，这是一件非常接近的事情，所以我对成功的估计并不遥远。我们只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特斯拉几乎同时发生了。就像2008年是艰难的一年，因为在2008年年中，2008年寒冷的夏天 ，SpaceX 的第3次发射失败了，这是我们连续第3次失败。特斯拉的融资失败了，所以特斯拉很快就破产了。只是就像火箭，这太可怕了。这将是一个警告的故事，一个傲慢的练习。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很多人都在说，你知道，埃隆是一个软件人，他为什么在硬件上工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啊，他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对吧？50%，所以你可以看看，因为他仍然是，你知道当时的媒体仍然在线，你可以搜索一下，他们一直叫我网络人。所以就像互联网人，又名傻瓜，正试图建立一个火箭公司。所以你知道我们经常被嘲笑，这听起来确实很荒谬。坦率地说，像互联网人创办火箭公司，听起来不像是成功的秘诀。所以我没有反对他们。我当时想，是的，你知道的，诚然，这听起来不太可能。我也同意，这不太可能。但幸运的是，第4次发射成功了。美国宇航局给了我们一份为空间站补给的合同。我想，那就像，也许我不知道，12月22日，或者就像圣诞节前，因为即使是第4次发射也不足以成功。美国宇航局也需要，我们也需要一份大合同来维持我们的生存。所以我接到了美国宇航局团队的电话，我们实际上奖励你一份为空间站补给的合同。我喜欢脱口而出，我爱你们。这通常不是他们听到的，因为它通常很漂亮，你知道，清醒。但我想，伙计，这是公司的救星。然后我们在可能的最后一天的最后1个小时结束了特斯拉的融资，也就是2008年12月24日下午6点。如果那一轮没有结束，我们会在圣诞节后2天退回工资单。所以这是一个令人紧张的2008年底，这是肯定的。我猜，从你进入这些硬核硬件初创公司的 PayPal 和 Zipar 经验来看，感觉其中一条主线就是能够找到并最终吸引这些特定领域最聪明的人。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意思？这个房间里的人，就像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认为还没有管理过一个人，他们刚刚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你会对你知道的一个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伊兰说什么？我一般认为尽量做到有用，这听起来可能很老套，但要有用是很难的，尤其是对很多人有用。我们说总效用曲线下的面积是你对你的人类同胞有用有多少人。这几乎就像真正工作的物理学定义，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我认为如果你渴望做真正的工作，你的成功可能会更高。就像不要渴望荣耀，渴望工作。你怎么知道这是真正的工作？比如是外部的吗？是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还是你知道产品为人们做了什么？比如你所知道的，当你寻找为你工作的人时，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比如你所知道的，你寻找的最突出的东西是什么？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就你的最终产品而言，你只需要说，好吧，如果这个东西成功了，它对多少人有多大用处，这就是我的意思。然后你做任何事情，你知道，无论你是首席执行官还是创业公司的任何角色，你做任何需要成功的事情，就像只是总是粉碎你的自我，就像内化责任。
就像一个主要的失败模式是当自我与能力之比加倍一时。你知道，就像如果你的自我能力比太高，那么你基本上会打破现实的反馈循环。用人工智能的术语来说，你的箭头你会打破你的 RL 循环。所以你想不想伤你的心？你想要有一个强大的 RL 循环，这意味着内化责任和最小化自我。无论任务是什么，你都要做，不管它是宏伟的还是卑微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有点像为什么实际上我更喜欢工程而不是研究这个术语。我更喜欢这个术语，实际上我不希望它称 Skyway 实验室，我只想成为一家公司。就像最简单、最直接、最理想的最低自我术语是什么？这些通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想努力关闭现实的循环。如果您有其他主题想深入了解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